这个能不能挣钱？很多人退休时都以为退休最重要的问题是投资，买什么股票，持有多少债券，如何获得更高的回报。但现实是，对于很多已经积累了几十万甚至几百万美元退休资产的人来说，退休以后最大的风险往往已经不是投资回报率，而是提款顺序。同样是200万美金的退休资产，同样的投资组合，同样的市场回报。30年后，两个家庭可能相差几十万美元。原因并不是谁更会投资，而是谁更懂得如何把钱取出来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为什么退休提款顺序如此重要，以及美国退休家庭最容易踩中的税务陷阱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博士，欢迎回来。作为投资人和创业者，我每周深度研读美联储等官方报告，把复杂的数据拆解成清晰可理解的财富判断。如果你想用 Fed 数据看清美国财富真相，欢迎订阅这个频道，每周获取最新的数据解读。很多人一说到退休，第一反应就是我的股票账户里有多少钱，我的基金涨没涨。但实际上，如果你看美国退休家庭的真实财富分布，你会发现钱并不是全部在股票里面，最大的一块是自住房。对于大多数的家庭来说，自住房占到总资产的大约40%，这是最重要的单项资产。第二大块才是传统的退休账户，也就是我们说的 401k 和 IRA， 大概占30%。然后是应税的投资账户，也叫 brokerage account， 大概占15%。然后是现金和存款，大概占10%，最后是 Roth 账户，很多家庭这块比较小，大概5%左右。为什么我们要先展示这张图？因为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这几块资产之间，应税账户、传统退休账户还有 Roth 取钱的顺序。房子通常不容易产生现金流，我们今天暂且不讨论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一个很重要的数字校准。你现在看到的这张图，横向的条形长度代表着账户余额的实际大小。你可以很直观的看到不同分位之间的差距有多悬殊。先来看最下面那一条，全美退休家庭的中位数，也就是一半的人高于这个数，一半的人低于这个数，是多少呢？大概20万美金，条形非常短。往上走，排名前25%的家庭账户余额大概是60万美金，再往上前10%大约130万美金。你看到有一条绿色的边框标出来的前5%大约是200万美元，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案例的规模。最顶上前1%是500万美金以上，条形占满了整行。在这里我们先来了解一个核心概念， RMD，强制最低提款。简单来说， RMD 是 IRS 强制你从退休账户里取钱的规定。你存进传统退休账户 401k IRA 的钱一直没有交税， IRS 允许你递延，但不允许你永远不取。73岁起，每年必须取出一定的比例，取出来全额交税，不取就罚款25%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件事情跟我们有没有关系？这张图给了一个判断框架，我按照传统退休账户余额分了5个层级。账户低于20万美金的家庭 ，RMD 每年只有几千美金，影响相对有限，基本不用太担心这个问题。账户在20万到50万之间，开始值得了解一下，因为叠加涉安金之后可能会有一些税务影响。账户到了50万到100万这个区间， RMD 每年在2万到4万美金左右，这时候如果不规划，很可能会把你的税率推高一个档，建议认真考虑。账户在100万到300万，也就是进入全美前10%左右的家庭， RMD 每年4万到12万，几乎一定会触发我们今天要讲的3重税务陷阱，规划的价值可能达到几十万美金。300万以上必须要从60岁左右可能就要开始系统的规划，否则73岁以后会非常被动。此外，我们必须重点提到的是 Roth IRA 是没有 RMD 的，这也是为什么整个视频我们反复提到要往 Roth 转换，它给你保留了一个 IRS 永远追不到的账户。
很多人会把退休规划理解成为如何少交税，但如果从美国整个退休家庭来说，能够为 RMD 烦恼，其实已经是一种幸运，因为绝大多数的家庭真正面临的问题不是税太高，而是资产太少。所以退休规划永远有2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积累财富，第2个阶段管理财富。而今天讨论的提款顺序其实属于第2阶段的问题。如果你已经拥有100万、200万甚至更多的退休资产，那么未来几十年的税务规划可能价值几十万美金，甚至超过了你多赚几个百分点的投资收益。现在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案例分析。假设这对夫妻叫 David and Sarah， 刚刚退休的时候，总资产大概是250万美金。具体的资产分布可能是应税的投资账户80万美金，传统 IRA 账户120万美金， Roth 账户50万美金。他们每年的生活开销大约需要9万美金。现在问题来了，这个钱从哪个账户先取？左边是很多家庭实际上会做的事情，先花应税账户，花完了再花 IRA， 最后才动 Roth。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，先花有税的，保留着免税的。但问题出在哪里呢？出在他们70岁以后，因为他们没有动 IRA 的余额一直在涨，到了73岁 IRS 也就是美国税务局会强制要求你每年必须从 IRA 里取出一笔钱，叫做 RMD 强制最低提款。这笔钱全部按普通收入税率来交税，同时这笔 RMD 把你的总收入拉高了，结果连社安金也就是 Social Security 有 85% 都要被算成应税收入，然后还会触发 Medicare 的保费附加费，也就是 IRMAA。3件事情同时发生，税率可能直接跳到 22%到24%。而右边给出了一种可能更好的做法，60到70岁这段时间，同样用应税账户，但同时每年从 IRA 里取出来一点点，额外还应该做一件事情，叫做 Roth Conversion， 把 IRA 里面的一部分钱提前转到 Roth 账户里面，现在交一小部分的税，让未来的 IRA 的余额缩小。结果是什么呢？30年后，同样250万的起点，因为提款顺序不同，税后净资产相差可能达到30万到50万美金。这个差距不是因为谁更会投资，而是因为谁更懂得税务规划。如果你觉得这些财富数据和案例分析对你有帮助，欢迎订阅这个频道，后续会持续分享类似的内容。刚才提到了几件事情可能会同时发生，我们现在展开讲一下3个退休陷阱。第一个陷阱，社安金的交税问题。很多人以为 Social Security 是免税的，其实不是。联邦税法有一个规定，如果你的综合收入超过一定的门槛，你领到的社安金里有一部分是要交税的。这个综合收入是怎么算的呢？是你当年所有的其他收入加上 Social Security 的一半加在一起。对于夫妻联合报税的家庭，综合收入不到32000美金， Social Security 完全不用交税。到了32000到44000之间，最高有一半要交税，超过44000美金，最高有 85% 要交税。特别需要注意的是，这个门槛是自1984年制定以来几乎就没有调整过。40年的通货膨胀下来，越来越多的退休家庭在不知不觉中就超过了这个线。第二个陷阱 IRMAA Medicare 的保费附加费。那么 IRMAA 是什么呢？简单来说，就是你收入高了， Medicare 的月保费也会随着上涨。你看这张表，夫妻联合申报，如果2年前的调整后的收入不超过206000美金，保费是正常的。但一旦超过这条线，就要开始多付钱。最重要的是，他看的是你2年前的收入，也就是说，你今年做了一大笔的 IRA 的提款，或者做了 Roth 转换，2年以后你才会收到更高的 Medicare 的账单。很多人根本没有心理准备。第3个陷阱 RMD 强制最低提款。 IRA 和传统的 401k 里面的钱一直是原地纳税的， IRS 迟早要来收税。
到了73岁，不管你需不需要这笔钱，你都必须每年取出一定的比例。你看这张表，账户里有50万，第一年大约要取2万，100万要取4万，200万要取8万，300万要取12万，这些全部按普通收入的税率纳税，而且是强制的，不取就罚款。此外，大多数人的直觉是退休了，没有工资了，收入低了，税也应该越来越少。但是你看这条曲线，实际上是反过来的。60岁刚退休，可能确实是税率最低的时候，没有工资，还没开始领 Social Security， 也没有 RMD， 收入来源最少。慢慢的，到了65岁以后，可能开始申请 Social Security， 收入开始上来。到了73岁 ，RMD 强制开始，这时候是 Social Security 加上 RMD， 2个来源的收入同时进账，税率可能反而达到退休生涯的最高点。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要重点强调的，60到70岁这段时间是退休规划最宝贵的税务窗口期。在这段时间，主动做一些规划，少量提取 IRA， 做 Roth 转换，是为了73岁之后少交税，而不是为了现在少交税。最后这张图，我们把所有的逻辑整合起来，来回答到底怎么取钱。先看3种账户的本质区别。应税投资账户也叫 brokerage account， 这里的钱取出来，如果持有超过1年，按资本利得税来交税，税率是0%、15%或者20%，比普通收入的税率低很多，而且没有强制取款的要求，灵活度最高。传统的 IRA 和 401k 这里的钱每1分取出来都要按普通收入的税率交税，可能是22%，可能是24%，甚至更高。73岁以后还有 RMD， 你不想取也得取。Roth 账户是税后的钱，取出来完全不用再交税，也没有 RMD 的要求，而且如果将来要传给孩子，税务上也是最划算的。那么怎么取？60到70岁主要是应税账户，同时每年少量提取一些 IRA， 并做部分的 Roth 转换，目的是把 IRA 的余额慢慢压小，为73岁以后减少 RMD 的压力。70到73岁 Social Security 开始了，再加上应税账户，继续控制总收入，尽量不要超过 IRMAA 的门槛，继续做 Roth 转换。73岁以后 Social Security 加上 RMD， 这是收入最高的阶段，这时候 Roth 账户就派上用场了，哪个月开销大就从 Roth 里取，不增加应税收入，不触发 IRMAA， 完全免税。核心逻辑就是一句话，在税率最低的那几年，主动多交一点税，换来税率最高的那些年少交几十万的税。很多人把退休规划理解成为如何少交税，但其实真正重要的问题不是这个，税务只是结果，背后真正的问题是你希望用这些钱完成什么任务？是保障自己的退休生活，帮助孩子，支持孙子辈的教育，提前退休，还是财富传承？提款顺序只是工具，目标才决定工具如何使用。如果你没有子女，可能应该更积极的花钱。如果你希望留下财富， Roth 的重要性会明显提高。如果你希望50多岁退休，那么60岁之前的规划窗口价值可能高达几十万美金。所以退休提款顺序本质上并不完全是税务问题，而是财富管理问题。同样的钱如何使用，往往比如何赚到它更加的重要。好了，今天就聊到这里，非常感谢你的观看。如果你想持续获取基于官方数据的财富解读，欢迎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每周第一时间了解最新的 Fed 数据分析。祝你投资和创业顺利，我们下期再见。